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一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周群老师，欢迎周老师；厉浩洋老师，欢迎厉总；曲薇老师，欢迎曲老师；陆老师，欢迎陆琪老师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4位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。他这个人特别爱逞能，明明什么都做不好，还偏说自己可以。我真的可以，那些都只是个意外，不能算失败。他现在非要去上海发展，我不跟他去，他还要自己去，他根本不能独立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自己去呢？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呢？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打击我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林24岁，来自广东策划，有请小林。小齐24岁，来自广东策划，有请小齐。小齐是想去上海是吧？啊，你是不放心他去是吧？就他这样根本不可能让他一个人自己去上海的。为啥那么不放心呢？主要是他吧，就是脑回路比较奇怪。我觉得他说太夸张了，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合伙创业嘛，我们就弄了一个公司，也干了2年多，但是今年我就感觉上升的很缓慢嘛。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，他那边做的挺大的，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但是他就好像很抗拒这个事情，然后还说是因为我的问题。他做事情呢很喜欢逞强，明明他做不到，但是他非要觉得自己可以。比方说有一回我们公司的那个空调坏了，我就想着说叫个维修师傅来吧，他就非不干，他说哎我百度了，我自己能修。那如果我真的修好了，这不就省了维修费吗？对，维修费是省了，我们直接换了个新空调。我觉得这不怪我，不怪你，怪那空调。那你知道你自己错了还说我？你看这些事情在我看来其实都挺好笑的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我的生活中一直遇到这样的事情。比方说呢，有一回我侄子来我们家里做客嘛，那么他走的时候要去参加一个奥数比赛，然后他就想说叫我开车送送，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刚好又有事，我就跟他讲啊，那要不你打个车吧。但是他非不听，他说哎我可以送，我可以送。他刚拿到驾照又没有好好的开过车。可是我考试的时候都是满分，我觉得我技术肯定是过关的。那结果怎么样嘛？他在那里开车嘛，然后呢就直接就搞到那个消防栓上去了，把我整个车的那个前脸啊全部给掀开了。我那个也只是，我觉得只是小磕小碰啊。那个时候我把它掀开了之后，那个宠物店的人跑出来说，这个地方很多老司机都出过问题，把灯都给撞碎了。我都没有把撞到那个灯都没有撞到，我只是把那个前脸掀开了而已。OK， 不怪你。人都没有事，你都没有关心我，你就说车。啊，那又怪那消防栓呗，对吧？他本来就不应该设计到那个地方。然后我侄子呢，也因为这件事情，也就没有办法参加奥数比赛。你说这愁不愁人啊？除此之外，他不仅脑回路比较奇怪，而且他还听不进别人劝。有一回呢，他说要带我出去调节心情，好，我们一起去广州那边玩。然后那我不就是看你工作太辛苦了，加班了几天，我还给你个惊喜，提前做好了攻略，你为什么不领情呢？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离上次撞车过了1、2年了，他的车技也有些长进，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，所以我说你要不还是导个航吧。啊，结果他就好了，他说哎没关系，我都规划好了，路我都记在脑子里呢，绝不可能开错。那次是什么情况？我是提前做好很详细的攻略，然后我还问了朋友，因为他也去过那个地方，他说导航有点问题，一定要按照他说那个走才对的。你朋友倒是没说错，但你这路也错得太离谱了吧？就什么情况呢？他跟我说去广州嘛，我睡着，哎，一睁眼开到惠州去了。哎，大哥，你都从这边开到这边了，2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了。所以你会觉得说他一个人去上海，确实在生活上你不放心，对不对？那些都是意外，你说我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你要是但凡是个正常的成年人啊，你去就去了，咱就当公司开展新业务了，对不对？开拓一片新市场。可你是吗？啊，你就是有偏见。说到有偏见呢，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。就有一回呢，我们约好了一起去一家火锅店吃饭啊。然后那家火锅店呢，因为非常的火，它是家网红火锅店，也是新开的嘛。
然后排队要排很久，我就跟他讲，那要不我们就早一点出门吧，早点去排队，早点吃完，我们还可以去看看电影什么的。去那么早我又不饿，那到时候排到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。哎，那要是排得到也还好，结果我们到那里啊，都已经排了几百号了，然后那服务员就过来跟我说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个号呢实在是太多了，就我们已经不发号了，您下次再来吧。然后他干件什么事儿？他就在那里突然间就哇的一声哭出来，然后就抱着我哭，周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天哪，我真的是尴尬的都恨不得找个洞钻起来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后来不是吃到了吗？我们当时为什么能吃到呢？就为什么？他哭得太狠了嘛。那服务员就过来说，先生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给您额外加一桌，您让你女朋友别哭了。这说明他应该去上海啊，证明他有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我就觉得他老是说得很夸张，说我有问题。哎，哪个正常的成年人会在火锅店门口嚎啕大哭啊？对，因为吃不上火锅而哭。对啊。群姐记住了啊，以后排队你也哭啊。啊，对，说到这个事儿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进去吃了嘛。我就挺尴尬的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他倒好，他跟我说，我要是下次排不到队，我还哭，这么管用？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，他反而觉得这很光荣。行吧，我估计咱们再问问他们这恋爱里面肯定还有好多好乐的事儿。哎，你再讲几件。说老实话，我真不觉得有意思啊。不，我们觉得有意思。那行吧，我再讲一件。我从小就是周杰伦的粉丝啊，他的每一场演唱会我都会去听啊。然后有一回呢，他来深圳这边开那个演唱会嘛，然后我非常高兴，我花几千块钱买了2张靠前排的座位，因为出门比较赶，就把票给他了。我说放你包里吧，所以我就觉得比较安全，因为我口袋就是乱七八糟的，我怕等会儿我又掏东西又掉了嘛。到了检票那呢，一摸他说不好了，我票没了。然后我说怎么做到的？不是在包里吗？怎么做到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丢的，但是丢了就丢了。我当时又想着补偿你嘛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在外面拿着1元牌，我不是在那喊嘛，我就喊周杰伦，但是你怎么还反而更生气？大哥，当时什么情况啊？我们因为没有进去看成演唱会，我挺失落的。然后我就说那走吧，咱回家看直播去吧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们就在场外听。反正场外跟场内没有什么差别。对啊。然后我说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然后他就举起那个牌子喊周杰伦。哇，当时全部都在那靠人在那看我们看热闹。他是不尴尬，因为他不尴尬。你就太在意别人眼光。我能不在意吗？我估计他当时心里想的是，我这样一喊肯定请我进场了，你知道吧？这次失败了哈，姑娘没哭，你没总结。我觉得要是当时就哭得一塌糊涂就进去了。就是你觉得我有问题啊，那我朋友们都觉得我没有问题啊。他朋友们更离谱。哎，我从来没觉得蛇鼠一窝这个词用的这么恰当啊。怎么好像有点骂我的意思？他那些朋友啊，要不就是坑他的，要不就是骗他的，要不就是跟他一个脑回路的。他有个朋友非要拉他去投资一个什么养鸡场，他就说不行，我一定要投，然后就把我们那几年攒的钱全部都搭进去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你怎么现在不觉得有道理了？你当时不是很有道理吗？对啊，就是感觉他跟我说了，他以前投的什么都挺赚的嘛，然后我也看那个小鸡那么可爱，长大了一定很好吃。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你这次去上海是你的一个朋友说的，在上海发展的不错，是吧？没错，点到点上了，就是他老是被他的这些朋友就说啥他就听啥。她应该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除了脑回路那个，其实还应该是一个挺可爱的女孩，对吧？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跟她好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，小大？那倒是吧，就是她其实思想很单纯，就有的时候这些单纯呢，会让我觉得很痛苦。你举个例子。那我就再说一件事儿，还真有啊。那太多了嘛，那这生活中一眼望去全是这种事情。有一回我们去深圳湾那边骑车，路上没什么人，他就老是骑的那单车就撞我。我这哪是撞你啊？你不觉得情侣之间就别来别去，不是挺有意思的吗？对，然后就直接把我干进医院了。这么厉害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摔了一跤嘛，然后呢，我腿上稍微擦破了点皮。然后我一看就破了点皮嘛，可是我觉得都流血了呀，你肯定要去看一下，不然到时候万一发炎了截肢哎，就破伤风啊，你没有
没有尝试。我从小到大摔了几百次跤了，哎呀，我每次都往医院跑，我家还不破产啊。他就非得带我去医院嘛，然后我到了医院呢，他就很着急去找那医生，医生救人呐！那医生就，姑娘，患者在哪呢？然后他就一指我，然后我就站在那，那个医生就过来看了一眼，就说啊，你这伤势啊，你就消毒就好了，就给我擦了点那些什么酒精啊啥的，就让我走。他不行，他说不行，医生，你这得给他包扎上，然后呢就给我包上腿，然后包了之后呢，他还不给我拆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很热嘛，然后我就老担心这个腿啊就老捂在那不好嘛，但他就死都不给我拆，好多天之后，你自己拆啊，我要拆他就跟我急啊。如果我说的没有道理，那医生会给你包吗？他既然给你包了，就有他的道理啊。他的道理可能是有点怕你，而且，哎，这个你特别好啊。而且你那个时候，你发炎了，你总好过截肢，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嘛。哎，然后捂了几天之后呢，一拆好了，伤口发炎了，我又去了趟医院。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你那个那又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能说大点呢？好像显得你很理亏，是吧？你觉得理亏了吗？没有，他平时不是这样的，他平时就他自己错了，他说对呀，我就是错了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挺可爱的啊。有一回我们回我爸妈家吃饭，然后呢，他非跟我爸妈说，我最近新学了几招，给你们录一手。但是我觉得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厨艺吧，有点可怕。我那时候为了给长辈留下个好印象，我的初心都是好的。对，初心是好的。然后呢，他做完了之后，就是那个时候让我妈从6点多等到9点多，好端上来了几盘吃的，要不就没煮熟，啊，要不就是咸的要命，要不就是根本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。好不容易有俩看得出来的，就俩馒头嘛，然后梆梆一敲还能响呢。他爸妈都没有说什么。我爸妈是没说什么，我看我妈吃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这刚才那个视频是谁拍的？他自己拍的啊。不是你这，我你这脑回发朋友路是有点奇怪，你还拍？对啊，这难得的嘛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。我真心的希望你人生中这种难得的经验少一点发生，好吧？那当时呢，他不想着去解决这件事儿，你比如说叫个外卖吧，对吧？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不干，他就在那里拍照发朋友圈。哎，我真的我要做成你这样啊，我哪可能还拍照啊？失败是成功之母。是，小伙子这样啊，虽然我们听着很乐呵啊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啊，大多数属于生活趣事儿。唯一让我担心的去上海这件事儿做判断的有关联的，其实就是他不相信朋友嘛。其他的我觉得他在工作上面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，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在工作上特别棒，但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丢个东西啊、丢三落四啊，就是各种笑话，其实他也闹。他在工作上怎么样？工作上呢，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他经常坑我呀。有一回呢，我要见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啊，走的时候他就堵在门口不让我走。他说：“你今天必须得换上我给你准备的那个马褂。”因为那个客户我知道特别重要，然后我也想，就是你能谈成，马到成功。你说我在段子里听一听这些谐音梗，笑一笑得了。我生活中我还遇到了，我崩不崩溃啊？不是你穿了吗？我没办法呀，他堵在门口死都不给我出门。是长袍马褂吗？对呀，那没办法嘛，我就穿嘛，因为我想起来我应该车上有放1、2件衣服，大不了我偷换了。那结果我回到车上一看，我那衣服也不知道丢哪去了，啊，我就只能穿那东西去见客户了。更可笑的是什么？我们当时约了一家那种北京餐馆嘛，然后我到那，我跟旁边服务员穿的一样，你说这多尴尬呀？行，我听明白了，所以。综上所述，可能还有一两忘去的故事，我们就不听了啊。时间所限，我们就不听了。你得出的结论是，您还是踏踏实实待在我身边吧。离开了我，你是肯定不行，是这意思吧？听明白了。接下来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能去上海？你看，真的，这个回路啊，你跟他一块儿去。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开一个脱口秀，你就把他的这些可爱的事迹放在脱口秀里，你俩会一炮而红的。穿马褂是吗？对。其实我有一个纳闷的地方，深圳是一个经济特别繁华的地方，而且充满了活力，机会特别多。就是因为也待了很久嘛，从小待在那里，就感觉想换一个环境，有更多的可能。
所以也跟创业没太大关系，就想换一个地方生活。感觉这是一个机会嘛。如果他不去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非要去。你看他那态度就是，我才不管你呢，你爱去不去，反正我去，你肯定到最后会妥协的吧？所以这种男生今天为什么来嘛？你会妥协吗？我不会妥协的。但是他现在好坚定哎，他也很坚定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不可能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一个朋友，跟他讲2句话，我就把我自己所有的关系人脉，这么久以来累积下来的东西全都丢掉。我一直在深圳发展的，你可以说那是我的一个舒适圈，但那也是我苦心经营出来的。跑到上海去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又要重新再做。有点自信啊。这不是自信的问题，我觉得你就是太自信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还是没有想那么多，他觉得年轻就应该出去感受一下，闯一闯。但是创业成功的是凤毛麟角，比如说我创业就失败了。我也不想做金字塔的顶尖，就是能养活我们自己就够了。你们俩现在已经不在一个回路上，你退下吧。对，我觉得你有你的想法，但是其实男朋友现在态度比较坚定。我想问你，如果他就是不去，那意味着有可能你们会分手。分手和相守，你选一个吧。好嘛。就，因为如果他也不愿意的话，那就分。你愿意接受分手是吗？你愿意接受分手吗？我不想分手。但是如果他执意去上海，我觉得你们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因为就是两地。那假设如果真的走到那样的地步的话，那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想说的话就是，接受现实，看清未来。好，谢谢周群老师。男生，你觉得你一直在呵护他吧，在包容他，在照顾他，对吧？对。能告诉我能照顾他多久？哎，就是头大嘛。头大了，现在已经头大了。以前其实应该还是觉得蛮可爱的嘛，但其实你已经头大了，因为你一眼望去无数。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你受不了了？我觉得肯定会有吧。现在当然有了，让你跟他一起去上海，这就已经到了你目前的一个极限。对，你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可以任你胡闹啊，因为我可以包容你，我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，我可以照顾你，我可以容忍。但是触及到了你的核心利益了，你自己胡闹就好喽，你非得还要让我抛弃我现在的事业，跟你去上海胡闹吗？不可能。我们反着来想，如果他一直就在你身边听你的话，小胡闹你都能容忍，他还能成长吗？你是他的父亲吗？你能无底线的去包容他的一切吗？有些事情啊，其实让他自己摔了之后觉得疼，自己才能长见识，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。况且你也不是那个能够包容他一切的人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肯定希望他自己有独立的生活，去自己走得更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一直这么纵容他，惯着他，甚至叫溺爱他，那他永远长不大。但你不可能对他这么一辈子，那你就是害了他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你明明就深圳玩腻了，想去上海玩一玩嘛。承认这个没什么，我觉得。那个空调多少钱？你说旧的还是新的？新的。6800。你用什么支付的？不是我支付的。不是你弄坏的吗？为什么他支付呀？是公司财务。公司财务，那你不用赔吗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。自己公司也有他一半啊。车修了多少钱？保险费多少钱？不知道。第2年会上涨的。你怎么支付的？没有支付。保险费谁支付的？他支付。那2张票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多少钱？那2张票加起来大概5000左右吧。你怎么支付的丢了？是我的错误支付的。错误不是拿来支付的，错误是你需要付出代价来偿还的。虽然听着搞笑，但我不喜欢他这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我也不喜欢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咎由自取。他是在你眼里天真，对吧？好，我给你一个天真的定义，天真叫不被礼俗规则影响，他确实天真，但天真的人千万不要去损害别人的利益。你一直在损害别人的利益，你可能觉得他不是别人，但他如果跟你分手了呢？他就是别人，那钱你还吗？他没长大有什么原因吗？被你们保护太好了吗？
为什么要保护她？我就搞不懂，就因为这个姑娘长得好看，嗲嗲的，会撒娇，做选择，但是你不承担风险，你也不承担结果。一个成年人凭什么不承担结果？今天你带这个侄子去考奥数，可能那个比赛不重要，可今天如果是去参加高考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一个人无知的时候就是盲目自信的，你现在就是无知，你深陷无知当中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告诉他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长得好看是吗？我们在无知的时候是盲目自信的，开始有一点见识的时候开始自卑。相当有一点见识和知识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可能没有自卑，也没有自信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，一直到在某一方面非常深入的钻研之后，我们才开始有自信。他就处于一个无知的状态，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，让他去嘛，让他去嘛，凭什么保护他？有谁有资格保护他？如果他不做决定，你可以保护他，大可以保护他，没问题。他今天要是个小孩未成年，随便保护。再这么骄纵下去，再这么宠下去，未来还不知道坑什么人呢，还不知道坑谁呢。这个世界不是围绕你转的。我们自我意识形成的时候14岁，14岁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别人，这个世界也为别人而转。你先想一想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魏琪老师。在恋爱当中，独立性非常的重要。如果在恋爱当中失去了独立，那恋爱本身，人和人的恋爱，这个关系就变了。女生，你想清楚，你去上海到底是干嘛？是为了离开这个男人，寻找一个更大的世界，寻找一个更大的舞台？还是说我要给我的事业有一个更大的舞台？保护也好，照顾也好，所有的最后是为了控制。这个可能咱们不是故意的，他绝对不是主观故意的，而是他前面做的那2层东西，最后就变成了他理所当然认为可以控制这个女孩的一种想法。比如说，他要去上海，我坚决不同意，这就是一种控制。如果不控制，就是商量你应该怎么样。而他对这个结果有自己强烈的想法，这就是控制。女生代价是什么？所有不用承担后果的代价，就是没有办法再选择人生了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打来电话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他总是帮着他妈妈说话，我在家里就像个外人一样。他和我母亲总是互相看不惯，我夹在中间也很难做。结婚后他就变了，对父母和朋友都很好，就是对我和孩子不关心。我觉得他就是太鸡蛋里挑骨头了。我觉得我们2个没有什么问题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王先生41岁，来自北京，待业。有请王先生，有请。王女士29岁，来自北京，幼师。有请王女士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41，啊，人到中年刚好哈。这个怎么是个待业的状态呢？啊，帮朋友来的，后来没成。帮朋友创业，对，创业失败，对。怎么这一脸委屈的呀？我就希望就是各位老师还有主持人，你们能帮我，就是大家能帮我劝劝他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改变一点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对他爸妈、对他朋友都太好了。哦，行吧，咱们先从婆婆开始说吧。就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我就觉得他们家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啊。什么时候？就是因为我老公之前他上班都是加班，但是我婆婆每次都会给他留饭，然后而且都是新鲜的现炒的，就是反正每次都是在他回来之前就做好。可是呢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单位加班嘛，结果我回来以后呢，连灯都关了。那是因为你给家里发了个信息，
你说不用等，那是家里认为你就不回来吃饭了，在单位吃了。而且我回来我连灯都灭了，我都感觉没有人在等我回家，都是很小的一件事情。可是你就觉着伤害很大。对，而且我们俩以后有了孩子，矛盾就更大了。孩子不舒服了，我就说走吧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去医院吧。你知道他去找他妈去了，结果他跟他妈出来告诉我说不用去医院了。啊，因为老人有经验，我问问很正常啊。那后来是不是去医院了呀？主要是孩子太小，你去医院也不好啊。而且你不发烧的话，你去医院干嘛呀？那如果说刚开始有这症状，我们去医院的话，他后来他就不会发烧了呀。不是什么病啊，到底？就是感冒。就是感冒嘛，而且他有一些肠绞痛，肯定就是跟喂饭有关系的。问题是我回来以后跟他妈说完这个结果以后，他妈也没有丝毫觉得愧疚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是这孩子呀，你不能让他受这几天罪。他现在老是帮着他们家说话。哦。而且他对他妈好到了一个什么程度？啊。就是他给他妈各个节日从来不落下啊！今年这个母亲节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快到节日了，咱们给妈买个礼物吧。啊，我说那买吧。结果呢，就是他买了件衣服啊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然后我当时就说，老公，我又没有礼物呀。这大哥说什么呀？他说，那我给我妈买东西，你让你闺女给你买呗。你这说的话是，哎呦，真的。对，那半个字没说出来。不是人都要了，你给买一件怎么着了呀？因为母亲节嘛，我这人就是。人家是不是母亲啊？也是。我这个母亲节我不要，可以。七夕，我说哎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们同事她男朋友给她送了一束花在单位，哎，我说特别好，特别浪漫。然后我就在暗示他们给我送。可是呢，我下午回家晚上吃饭的时候呢，他没有回应我。我婆婆在饭桌上回应我了。啊。我婆婆说，哎，要什么花啊？那花齁贵的，然后又不顶吃不顶喝的。说那个说的也没错啊，而且以前我也送你花啊，以前教师节的时候，我把99个玫瑰我整个送到你们单位的。那是什么时候啊？那是结婚之前。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礼物了。我觉得我要一个花，我也不过分呀。问题是，我在意的是我们俩的私房话，让他妈来提出来，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。家里有什么可隐瞒的呀？那你跟你妈之间你们有秘密的时候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们家有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那我怎么说什么话？有什么秘密啊？因为我不知道呀，所以我上哪儿说去呀？你不知道是因为没秘密啊？行，我问，为什么一定要跟母亲住在一起呢？咱搬出去住，这矛盾不都缓和了吗？因为现在没那么那个经济条件啊，完了孩子也小啊，终归孩子也得有人看呀啊。我这是这么想的。所以打你心里就没打算搬出去，是吧？我心里想的是不搬出去。可是您现在不是就在家待着呢吗？您带闺女不是更好吗？带主要是孩子吧，你说我老带着吧，有时候跟他玩着吧也不行，就得我妈来带。所以是你离不开妈？也不算是吧，我就觉得这样对大家对家都好。你想出去住吗？我是想出去住的，可是我一直在跟他聊这个的时候，包括他爸他妈跟他都特别不同意，就是反应都特别大。这家里的婆婆怎么看这一些事儿？我们来听一段婆婆的采访。我这儿媳妇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我天天在家这又照顾孙女儿，又操持家里，里里外外都是我操着心，到头来还闹一身埋怨。谁家娶了这种儿媳妇儿，就只能自认倒霉。当初我们买这大房子，就是为了以后儿子结婚了也能跟我儿子住一块儿。现在他闹着搬出去，要带我老王家的儿子啊、孙女儿，要带他们走，那我肯定不能同意。我儿子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这么优秀，是不是？要不然他也不会嫁过来呀。所以啊，我们家孙女儿也得是我带。他要是想搬，就自己搬出去。对你妈这态度，你什么意见啊？怎么说呢？我肯定希望大家能和和气气。你别抹稀泥，直接说。你妈觉得这媳妇娶的不好，你觉得娶的怎么样？我觉得娶的好。你妈说了，你妈把你带的很优秀，所以要带你闺女，你同意吗？我觉得，没什么不可以的呀。要是你媳妇坚持要搬走，你跟媳妇走还是留在家里陪你妈呀？如果真要是到那种地步的话，我觉得要搬就搬。不是态度还挺好的吗？他现在说的是挺好的啊，可是他在家说话根本就没有那么强硬啊。你看刚才你说话，家里都是父母，岁数那么大了，你那么强硬说话干嘛呀？婉转一些不行吗？他就是这样。这个你们俩的事儿，婆婆是一个层面。我们接着往下说，我们更多的可能要关注到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。因为
我们家有了小孩以后，就一直都是我在看的嘛，包括孩子换纸尿裤、饿了、渴了，都是我在喂。正好那天出去逛街嘛，我在那抱着孩子，时间有点长了，我胳膊有点酸了，我说那你抱一下。结果呢，就是我还没来得及过去接去呢，他先发脾气了，他直接把孩子就扔地上了。那什么叫扔地呀？孩子能扔地下吗？孩子1周多。然后他走道不利索呢，他摔跟头很正常。他还说什么呀？还一边说一边那说，那孩子为什么跟我不亲呀？他怎么就找你呀？那他找我，你不知道反省吗？那你老抱着他可不是吗？这件事儿只能证明他脾气比较大啊，并不能证明其他的。你跟哥们儿创业多久了？没创业多久，半年吧，不到。当时这个创业是自己的一个选择，还是说我自己的选择？之前我们就有孩子了嘛，我说为了孩子你也得就是咱们的生活保障你得保证好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他必须要负的一个责任。可是呢，那段时间我就发现他在家待着，我说哎，我说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去呀？他说啊我辞了。我说那你干嘛去了呀？他说啊我跟那个哥们儿创业去了，他不是要干个生意干个买卖吗？说叫上我一起。我说那你怎么今天也没去啊？他说买卖黄了。我就觉着。你辞的那么草率，你一点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，也没有说考虑到我跟孩子之间，我们俩一样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肯定完的。本身要上一份工作，我也不是特别喜欢，我想换一个环境。那你现在不是你那么任性了，你这个空窗期怎么办呀？照样生活呢吗？现在也有妈呢，那倒不是。玩意儿是有妈的吧？啊，我看也不是特着急哈，在家里也闲了半年了是吧？不是不着急，也着急。那找去呀。对，再找一个呗，找一个好点的呗，稳定点的呗。这岁数说句实话，能有人要就不错了，还挑呢，还行。你看吧，他就对自己特别自信。行，你们俩怎么样啊？现在怎么说呀？我们俩私底下很少聊天，我们一聊天就急，就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过去就过去了，你在心里你过不过去根本就不重要，而且你纠结这肯定又得吵架，那索性。你纠结他干嘛呀？对呀，所以说你们都抹过去了以后，对，就我一个人我就忍着就可以了，大家都心平气和的，是不是啊？粉饰太平吗？大家谁？对。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啊？我一个月大概5、6千块钱。这北京3口子，人家5、6千块钱有点难啊。啊，对，而且在这么紧张的时候，就是他朋友跟他借钱。就是有一笔钱，虽然我们俩很紧张，但是一直没有动。就是我的彩礼，我说咱们留着以后给孩子做那个教育金用。但是他朋友跟他借，真的特别严丝合缝的，可以借5万块钱，他就借给别人了，也没有跟我商量。朋友有急用，干嘛不借啊？你有急用，人家还借你呢，对不对？孩子现在还小，用不着那笔钱呢。你怎么知道用不着啊？如果说他就比如说他要有个病，有个意外，是不是我当时手里就能拿出来吧？这不是重点啊。对他重点就是没跟我商量。对呀。你为什么不跟人商量呢？跟他商量，他肯定又是这理由那理由的。对，有理由的就是不借呀。嗨，都是朋友嘛。我这个岁数这波人都是一个孩子，那以后可能靠的都是朋友。不是靠什么朋友啊？你什么好多都得靠朋友吧？以后就是朋友说我要创业，您去了倒了，您失业了，他也失业，你们俩互相靠的。那倒不是。不是，您交了那么多朋友，您都失业半年了，没朋友找您去说来，我这儿干会儿活，有吗？这倒没有。那你不是靠朋友吗？呀，你交了那么多朋友是吧？仗义疏财，遇到事儿不一样吧？不是那边遇到什么样的大事儿？多大的坎儿啊？嗨，家里需要钱用。您家不需要钱啊？这不是还没就合计着我听了这个一个41岁的男人有一个1岁的闺女，现在自己失业在家，这夫妻俩就5万块钱存款，您这还敢把钱往出借呀？有点不负责了吧？你看吧，他就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家到底是怎么。有没有想过离开啊？我想过，我走，我肯定要带着孩子走。我不管要怎么着，我就跟那儿磨，跟那儿耗，我也得把孩子弄走。我的意思不是说离开这个公婆家啊，就跟他们分开住。我是说，你有没有想离开过这男人吗？我也想过，可是呢，他的本性并不坏。所以我今天来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就是各位老师呢，能够帮帮我，寻找那个失落的丈夫，或者要寻找那个失落的男人。听起来好像是婆媳之争啊，教育理念的这个冲突啊。实际你往下看，这个家庭最核心的东西远不在这儿。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个？来分析一下婆婆的一个状态。从经济学角度讲，你们2个根本不独立，还得靠着我，对吧？无论房子还是钱，肯定这个大权是我在握了。然后呢，从心理学，你知道自己的母亲是强势的，对不对？
通常这样有强势的母亲的儿子呢，都会找2类人，一种是强势的，跟他母亲很性格相似；另一种呢，就特别性格相反，很温柔。很显然，你选择的是前者。你知道婆婆最怕什么样的儿媳妇吗？就是跟她性格相似的，这样一定会冲突不断。你在自己母亲面前一定装得很优秀。我相信所有的母亲都会认为自己的儿子很好，但一定不是所有的母亲都认为自己儿子很优秀。所以说你在母亲面前一定要装着自己，逢年过节我有钱给你送礼，我有这份心，然后我在外面创业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幻想。所以呢，他强势的有道理。你看我儿子多优秀，你是离不开我儿子的。在外头，明明自己口袋里没什么钱了，一定要充这个门面。在他面前呢，你也装什么呢？装的什么都我有理。我母亲看着咱们的小孩，对不对？你就得听他的。创业失败是暂时的，你累不累呀？一个男人40出头，事业不行，家庭你搞不定，2个女人最爱你的女人都搞不定，太失败了。服软好不好？你明知道很多事情是他吃了亏，但你偏偏要装，你得听我的。可是你有那能力让他幸福吗？母亲面前你要真正的去示弱。我现在是什么状态？是我离不开这儿媳妇儿啊。儿媳妇儿对我好不好？当然好了。您说的有什么不对？您看，站在儿子的角度，为儿子好的角度，能不能您也服点软，别挑那么多理？您的儿子没那么优秀。女孩儿，对于母亲来说呢，我觉得你要看到他的付出，而他的性格跟你相似的，你要知道自己的弱点，同时也是他的弱点。你说2句好话，他一定会感你的恩的，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，你应该最理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。真正的重点要放在他身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郑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，我提一个词儿叫丰厚式的家庭。面子嘛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这儿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来看看这对夫妻愿不愿真正的独立。请开门。我爱你，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。今天咱们不太一样啊，来吧，先生先跟妈说吧。妈，我准备带着我媳妇和孩子出去独立，寻找自己的生活去。妈，谢谢您这1年帮我带孩子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也准备自己成长了，孩子就我自己来带了。行，辛苦你了，该孝顺孝顺。接下来我们就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命题嘛，所谓爱情保卫战嘛，我们来见证一对夫妻的浪漫时刻。各位请见证。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。你真的会跟我出去吧？真的会。那我相信你。请亮灯啊！来，谢谢2位，请回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男朋友比我条件好很多，和他约会呢，他总是抢着花钱，我很过意不去，所以呀，平时也会送他一些小礼物来弥补。但他收到我的礼物后，表面上显得很开心，但他从来没穿过我买的衣服和鞋子。我工作比较差，赚的比他少很多，我总觉得配不上他，而且呢，我的颜值也比他差一些。我有时候想不明白他喜欢我什么。我现在压力好大，我该不该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谈恋爱呢？你的自卑啊，不仅会让你自己精疲力尽，也会给对方带来无限的压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一直活在自卑的情绪当中，觉得自己处处不配他、不如他，那这段感情就不平等，到时候就不是你想是否该找一个适合你的谈恋爱，而是人家会主动退出的。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